喝椰子水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壮，这个太大了，你看看这有多大，比我脑袋还大。哎呀呀，我要大快朵颐，再来一块。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 Lumi。我跟露露这次来到了墨西哥，不过按照我跟露露一贯接地气的风格，我们准备历时3个星期，带大家一起深入墨西哥，寻找最地道的本地美食，了解风土人情，寻找宝藏美景。让我们一起出发吧。这面墨西哥的树啊，就不太一样。你看这个树林，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树，但是它不是特别高。今天是我们来到墨西哥的第4天下午，我们来到了这次旅行的第3个城市图隆。这里也是我来墨西哥最期待的一个城市，很早就被不少旅行博主种草。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里具体是个啥样。今天下午主要我们就是要转图隆这个小城。亲爱的，兴奋不兴奋？还不错。我们首先要去一个玛雅遗迹。OK。我们到这个公园里面，现在再往前走。从公园这大门进来，要再往前走大约1公里，才是真正的玛雅遗迹的那个点。这边其实也走得挺舒服，因为旁边都有树荫，对，小风一吹也不热，挺好的。哦，就在前面了，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叫做 Tulum Archaeological Zone， 翻译过来就是 Tulum 的考古区域。不过大家也管这边叫做 Tulum Maya Ruins， 就是一大片的玛雅遗址。这里也是来图隆必打卡的一个旅游景点，我们进去看一看。我们现在进来这个遗址了，这个遗址挺大的。我刚才看门口的介绍，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当年这个墨西哥这个图隆这个地区一个商品贸易的一个集散中心。这里呢也是人们居住的地方，所以这里算是以前的一个社区的一个遗址了。在我身后，大家看这个城墙，就是当年在这个遗址上面包围这个图隆这个城市的这个城墙。走吧，我们穿一下这个城墙，进入图隆。这是古时候的图隆啊！哎呀，好凉快啊！我可以在这下面待1天。啊！身后这个房子，大家看到有好几个柱子的，这个呢就是当时吐露的这个族长生活的这个房子。大家看到里面远远的那有一个一个的台子，就像我们中国北方那个这个土炕一样的。那个呢就是当时他们人们用来睡觉或者坐的椅子。这里面你看有一个洞一个洞的，那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房间。这房子挺大的。这房子在当时这是族长住的，所以算是大户人家的大房子。在我身后这个整个遗址里面最高的这个建筑，也是这个遗址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它呢就是古时候吐露这边的人民进行这个每年进行朝拜一些宗教祭祀活动的地方。整个这块遗址呢，它其实是有3个建筑组成，在2侧呢有2个小的庙宇。最中间的那个呢是最大的这个庙宇，而且我看这边的介绍说，因为现在已经是遗址了，在当年的时候，这些建筑的外墙都被各种各样的图腾、图画所包围着，里面记录了当时的这个人文、历史还有动物。就是现在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些光秃秃的石头了，其实挺可惜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雄伟。在当年，吐露像这样的建筑就已经算是高大上的建筑了。好凉快啊！以前玛雅那些小房子，你觉得你爱住啊？说实话，真不爱住，主要是那个房子有点楼层太矮了，感觉都得这样弯着脖子进去，腰都伸不直。
而且床都是那种硬石头，感觉不是怎么舒服的。不过我觉得能在当时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房子，在当时那都算是豪宅。那都是几千年前。对，因为我们没有看城墙外面的破房子，城墙里面的都是精英阶层，当年玛雅文明时精英阶层居住的。对，能住起石头房子的都还是好的，一般的可能就是石头搭个地基，做个草棚子。这次玛雅这个文明之行，我觉得挺好，长长见识。这就是那个城墙的另外一个门了，出口。这门豪宅只能有一个人通，当心磕头啊！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动物？有点像狐狸，然后呢，有点像什么？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动物？请在屏幕下方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现在上了这个图卢姆这个遗址外面这个公交车，这个公交车是20比索一个人，我们就可以走1公里。很大的一个在海边的一个玛雅遗迹啊。是，关键是我们出来的时候还遇到了黑心商贩，本来想买个椰子吃，结果他要我250比索。我前2天在那个伊斯拉马朱瑞斯岛上，那也是游客区啊，我买的椰子才70比索，真是坑人的。这边旅游景点的价格虚浮也是见怪不怪了。我们刚回到图卢姆市区，就发现了一家路边卖椰子的，这个价格就好太多了，只要60比索。Very good. Too much water, man. 这个椰子是我见的，比上次在岛上还大。它这个椰子水波光粼粼的，爽不爽？非常爽，非常爽。这个可比在景区的250要好。人好多，而且超大。喝椰子水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爽，这个太大了，你看看这有多大！你看跟我的手比我脑袋还大。他马上要把我们喝完椰子水的这个椰子劈开，这样我们可以吃到椰肉。满满的椰肉可以带在路上吃喽，走。特别有椰香味，就跟油脂味特别厚重。你看看这个大厚的椰子，多厚！而且这个椰子特别有嚼劲，吃起来椰香味特别，椰奶香味特别浓郁。哇，太好吃了！回来的时候要看见我们要是想吃，可以再买一个。这个椰肉真的是香啊！我说椰子真的非常神奇的东西，里面又可以喝水，又可以吃肉，对不对？然后外面它那些纤维，你看还用来做衣服、盖房子，真的是宝物啊！吃穿用度全都有。我看我们住的这又是一个居民区啊。Airbnb 肯定都是居民区啊。我们在图隆也是找了一家民宿，这里离市中心不远，不过好像是新开发的小区，连路都没有铺。看着现在都变成土了，哎呦！我们今天晚上还是住 Airbnb 别人家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我后边这个3层小楼，我们进去问一问是不是。Please, thank you. OK.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 Airbnb 的小房间了。我觉得这个房间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那种酒店式公寓的，因为它楼下有 reception， 然后整个房间的 setting 也很像那种小型的酒店啊。这就是卧室，然后它还配备了这个可以做饭的地方。关键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还有小冰箱，还有个操作台面，其实可以自己在这里简单的做点吃的都没问题。而且更惊喜的是，看看这里面，我以为是放衣服的，大家猜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竟然是个饮水机，给我们准备好了饮用水，还有保险箱，上面挂衣服。这个下面估计啊是一些柜子，放了一些 utensil， 然后这边还有个小电视，然后卫生间也很大很干净。这个卫生间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面，然后它还配备了
配备了这个洗浴用品，这下我们不用自己准备了。然后这里面还有这个一个很正常大小的一个淋浴。亲爱的，你看床上还有个小象呢。这家无论是这个居住环境，还有这个内部的设施，我觉得比较新，也比较干净。整体目前初印象非常好。我们打算再去那个房顶我们的公共泳池看一看。走。这个房顶被这个房东改造成了一个公共的泳池，关键是从侧面还能看到下面的深度，感觉也挺 fancy。这个泳池旁边还有一些小的休息区域，做的也挺干净的啊。我来这坐坐。哎呀，我也坐坐这个小晃椅，感觉毛不烂的，吹这个风。你看前面的晚霞。洒在那个泥土上，漂亮的啊！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4楼的这个天台上面，视野已经非常开阔了，整个周边的社区一览无余，所以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图卢姆这边的楼层的层高平均就是4层，是吧？加基本上也就4层。这边就是那种感觉特别放松，那种海岛风情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度假，很漂亮。亲爱的，我们这 Airbnb 的后院很漂亮，全都是树啊，各种各样的植物，嘣嘣嘣。哎呀，走在这其中，感觉有一种淡淡的清香，非常的阴凉，特别舒服。我觉得这家以后生意应该不错。我们从民宿出来，准备在这个土隆市区里面转一圈，然后呢去找一家好吃的去吃。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图卢的市中心，我身后的呢就是图卢他们这里的一个城市公园，我们进去看看。这个后面有点像他们这边那种，就是我们国内讲什么八卦阵一样那种感觉啊。这每一个朝向，就是每一个方向都有一个标志，它都是。这个公园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感觉也是本地人这个夏天吃完饭以后很爱逛的地方。啊，我看到前面有卖棉花糖的了，彩色棉花糖，40比索一个彩色棉花糖，是我喜欢的颜色的。哎呀，我都好久没有吃这种传统的棉花糖了。小柔在儿童公园里面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甜滋滋的东西，那种是踩着那个车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应该也差不多。挺甜的。然后 Michael 一个大口戳了个洞。这人真的是超多这家，但是他跟我说只要等20到30分钟，我觉得还 OK。A few moments later. 等了将近40分钟，终于坐进来了。现在刚点完菜，我跟 Michael 点了3个本地非常具有墨西哥特色的晚餐，看看味道怎么样，是不是纯粹网红店，还是真的好吃？终于我们的晚餐的第一道菜来了，这个叫做 ceviche， 它是虾、这个鱿鱼、各种海鲜混合在一起，配上他们特制的拌料做成的这种海鲜沙拉。我赶紧尝一尝，看看这满满的大虾仁，还有这个鱿鱼，里面好像有番茄，还有香菜。我来加点柠檬。这个吃起来就是酸酸的口感，有点海鲜的鲜甜。但是以酸味为主，因为毕竟里面有很多的番茄，同时也加了柠檬汁。整体来讲，这个菜就特别的爽口，特别适合像现在炎热的夏天，墨西哥人前吃个沙拉。这一盘我觉得1个人没问题。
你看这鱿鱼多弹，要了块鱿鱼，好可惜啊！这个是我们点的炸鱼，我觉得这炸鱼炸的超好，你看这个非常的金黄。看看这个炸鱼怎么样？啊，汁水很丰富，让我先单吃一下，很香。让我配上它这个酱。啊，这个 salsa 看起来好好。底下是 salsa 鱼，还有上面这个巧克力酱。我觉得这才叫正确吃法。Michael 同学，你把鱼的那一面都干完了，现在鱼的这一面属于我了。我首先要来点柠檬，解解腻，去腥。我要先吃一下原味，太棒了！这个鱼烤的，你看金黄金黄的啊，色泽特别的好。哦。特别香，这个鱼特别新鲜。我没想到，哎，墨西哥人其实做这种烤鱼，现在做的这个手艺啊，真的是很不错，没有把这个鱼的水分烤完，还是非常就是 fresh 的，就外皮特别焦，但是肉里面还是软软嫩嫩的，哇，超好吃！哎呀呀，我要大块果鱼，再来一块。大家来墨西哥，来这个图卢一定要吃烤鱼，这家的烤鱼隆重推荐。喜欢我们这期视频的朋友，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关注。下期节目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图卢好吃的好玩的。我们下期见，拜拜。在吃海鲜这方面，我有绝对的天赋，要吃的又快又干净。好了，哎呀，今天这条鱼真的太满足了，现在只能开始吃蔬菜了。